我们知道，南海在中国崛起过程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一向视中国崛起为最大威胁的美国也十分清楚南海对中国的重要性，因此，搅浑南海就成为了美国阻碍中国崛起的计划之一。日前，美国再次在中国海域周边做出一个挑衅举动。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最新报道称，英国的航母编队正在和美国海军的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编队进行联合军演活动。据悉，这次联合军演活动开展的演习项目实战强度很高，而这样的一场联合军演目前正在菲律宾海展开。从这一演习地点来看，美英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早在英国航母来到印太部署之前，英国方面就悄悄称要来中国南海周边进行挑衅举动。如此看来，英国确实是这样做的。至于目的也很简单，美国无非是想通过这样的一场军演来挑动南海局势紧张，鼓励更多的周边国家登上美国对抗中国的战车。一旦这样的目的达成，那么中国将会面临接二连三的麻烦。不过美英在这里却遭遇了极其尴尬的一幕。高强度演练却无人配合，遭遇冷眼。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接受采访时重申，不希望有选边站的一天，新加坡不会选择任何一方。言外之意，对于现在美国的鼓动挑拨，新加坡并不会当回事，也不会跟随美国同中国作对。而除了新加坡外，东南亚国家在短期内基本不会迎合美国对抗中国的计划。东南亚国家都清楚，美国近期频繁地访问东南亚，寻求同东南亚国家合作，并不是为了促进双方之间的互惠互利，而是看中了东南亚在对抗中国上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美国出手镇静中国后院失败。东南亚在霸权国家美国看来是中国的战略后院，因此介入这一地区对于美国而言十分有必要。我们不否认东南亚国家在中国崛起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中国秉持的是一种平等互惠互利的合作态度，与美国截然不同。可以肯定的是，美国这种霸权思维最终会把美国带入深渊。如今在南海的碰壁只是对美国的一种提醒。我们将不得不引入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具有潜在适度影响力的国家，无论这样多么不舒服。近日，英国外交大臣在接受相关采访时表示，尽管对中俄政府存在不信任，但是目前的英国却不得不在阿富汗问题上求助他们，对塔利班施加适度影响。如今，英国在美国的叫嚣怂恿下，不惜损失自身利益与中国作对，一度导致中英两国关系陷入低谷。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方面突然求助中国，是美国不可靠了。若是这样，为了尽快缓解舆论批评和压力，英国求助中俄也是情理之中。但就算是这样，英国求人帮忙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拿出求人该有的态度？这傲慢的模样是怎么回事？一方面想让中俄帮忙收拾烂摊子，另一方面又为了保存自己那仅有的面子，拉不下脸在中俄面前摆谱。英国内心如此纠结，既然这样，还求人帮忙干什么？现在的英国已经没有摆谱的资本。随着拜登的上台，英国不断跟着美国搞事情，早就让中英关系、俄英关系恶化了。即便是不舒服或者不情愿，求人该有的态度还是应该拿出来。不过话说回来，英国此次求助中俄，等于是痛打美国的脸，难不成美英联盟破裂了？在阿富汗问题上，美国确实暴露了自己靠不住惨状，但是就英国如此执着的希望登上美国战车的情况来看，没有任何过度就直接与美国唱反调求助中俄，当真是因为美国靠不住吗？英国有多亲美，想来外界是有目共睹的。倘若说是指望不上美国，自身也无法解决问题，没办法才转头来求助自己长期攻击的中俄，那么该国就不得不想到一个后果，哪来的把握可以断定中俄就一定会帮忙？其次，英国这次表面上是求中俄收拾烂摊子，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求人的态度，就不用说英国是否有求助的诚意了。既然没有，只能说明该国别有目的。至于是什么，在分析看来，就如国人拉响警报、发出最坏警告的那样，这是一种甩锅的前兆。甩锅是美国常用的手段，此前美国也曾向中国求助过，可美国的求助却存在道德绑架的意味。现在英国似乎与美国相似，有意可以夸大中俄对塔利班的影响力，以此掩盖英国政府撤侨不利的事实。如果帮了，对英国来说肯定是最好的，可要是没帮，到时候美英勾结道德绑架，很可能就会说中国看到阿富汗这么混乱不堪局面都袖手旁观，还谈什么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总之这是在对我们憋大招，绝不能入这个陷阱，不然无异于致命的伤害。23号，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的东南亚之行正式开始。按照计划，首站将抵达新加坡，会见该国总理李显龙以及总统哈利玛雅各布等高层领导人。表面上，哈里斯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与该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但说白了，美国就是想要连同新加坡等国家在中国后院组建新的反华联盟。据悉，在与李显龙共同出席的新闻发布会上，哈里斯先是提及了一度从阿富汗撤离的工作，声称撤离美国公民和为美国工作的
阿富汗人是美国当前唯一的关注点。紧接着，哈里斯开始把话题转移到他此次到访的主要目的，也就是南海问题上，扬言美国致力于和印太地区盟友的合作，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航行自由，其中就包括南海。哈里斯的发言不矛盾吗？既然其明确说明从阿富汗撤离是美国目前唯一的关注点，那扯到南海问题上干什么？要从阿富汗撤离，那怎么跑到东南亚地区来了？对此，就连一些西方网友都对美国这样的行为进行了讽刺。在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的西方网友就哈里斯此次访问东南亚进行了评论，并且大部分都是负面评论，可见美国此做法有多令人生气。话说回来，美国想在东南亚掀起大浪，且不说中国是否同意，怕是连哈里斯首站要到访的新加坡都第一个不答应。哈里斯到访新加坡是为了联合该国共同对抗中国，但根据李显龙的态度，该国显然并不想跟美国站在同一阵营中。早在哈里斯访问东南亚之前，李显龙就在阿斯彭安全会议上以视频的形式发表了相关讲话，声称美国应该与中国之间存在一种良性的竞争关系，是一种合作共赢的状态。中国现在发展的非常强大，美国人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该国的行为举动是极度危险的。中国是个强大的对手，它不会像苏联那样消失在历史中。中国目前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李显龙变相的给中国护驾，足以说明其是非常清醒也非常理智的。他明白放弃任何一方都会令新加坡利益受到重大的损失，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新加坡在中美关系上向来不选边站。新加坡的态度虽然也没有站在中国这边的意思，但是足够让美国内部不淡定。东南亚之行第一站就完败，接下来难免不会有其他国家效仿新加坡做法。总之，我们还什么都没干，新加坡就给了拜登一记重敲。美国想在中国后院掀起反华新浪潮，怕是没那么容易，毕竟不是所有国家都像英澳日那么认不清现实。自喀布尔沦陷以后，美国的撤军行为遭到了讨伐。20多年，美国在这里制造了混乱、动荡、杀戮、贫困。现在美国想一走了之，有那么容易吗？中国在联合国上又补上一刀。据中国新闻网25号报道称，在24号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阿富汗问题特别会议中，中国、古巴、委内瑞拉、伊朗等国代表联合指控美国。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抨击美国等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对主权国家进行军事干涉，给这些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军队在阿富汗侵犯人权问题必须要追究。事实上，这是美国强权输出的又一次彻底失败，而旷日持久的战争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现在始作俑者却想潇洒离开，给地区安全留下后患。美国需要给世界一个交代，不仅是美国，他的跟班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都必须负责到底。更重要的是，这次美国失去了人心，尤其是其盟友。英国这次被美国涮惨了，美军撤走的决定甚至没跟联军英国协商，给英国来了一个措手不及。随后英国外相拉布终于承认，尽管不舒服，但英国需要让中俄介入该地局势。更需要注意的是，24号我国外长王毅应邀与荷兰外交大臣卡格通话，中方再次重申，美国是始作俑者，不应一走了之，也不影响着实施制裁。而卡格完全赞同中方的看法，为何荷兰突然倒戈？其实荷兰这次被美国恶心到了，荷兰公民被美国大兵开枪阻拦在机场以外，并驱赶荷兰撤离飞机，最后只能空载起飞。找中国通话是给美国上眼药，同时也是疏通关系，好让中国居中帮忙调停。盟友开始意识到，在美国优先面前，盟友算什么呢？其实这次中国主动在联合国出击，也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过去一段时间，美国主导的西方一直用所谓的人权问题对中国发难，甚至还用歪曲、抹黑、编造人权谎言为由，对中国发起制裁。在涉疆、涉港、台海等问题上，西方借用人权肆意干涉中国内政。不仅是中国，更多第三世界发展国家更是深受其害。我们不能总是被动防守，而是要主动进攻，多在人权问题上戳美国的肺管子，戳破美国及其集团的丑恶嘴脸，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举起大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们已经开启了正确的对美的模式，用美国污蔑我们的手段，向世界揭露美国犯下的罪恶。一些国家一直在人权问题上搞对抗，那我们就奉陪到底。